夫人，江氏集团是您父母留给您的遗产，您确定要彻底搞垮公司吗？确定，就算赔上整个公司，我也要让这个渣男付出代价。7年前，我与江寒城结婚，我一直以为我退出公司管理层，当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很幸福，直到我被柴米油盐蹉跎，和女儿被视为这个家里吃闲饭的。妈妈，哎，暖暖，慢点儿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从楼梯上滚下来了？你赶快送楠楠去医院啊！就这点伤还去医院？到我房间拿点消毒水擦擦就行了。去医院做检查不花钱的啊！我儿子钱是大风刮来的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很抱歉，送的太晚了，患者重度昏迷，恐怕醒不过来了。暖暖，暖暖。江寒城，难道在你的眼里，你的侄子和你的大嫂比你的女儿还重要吗？另外，我发现江寒城经常有开房记录，你去帮我查一下他所有的个人消费记录，以及和什么女人交往深。好的，夫人。江寒城，你不但出轨，还纵容你大嫂和侄子，害我女儿重伤昏迷，付出代价。妈，这弟妹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看，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回来做饭？浩浩都饿了。你怎么才来想饿死我啊！谁让你弄坏暖暖的玩偶的？你吼什么吼？吓着我宝贝孙子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的宝贝孙子害得暖暖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。作为奶奶，有问过一次吗？弟妹，上次你吓坏浩我都不跟你计较，这次你怎么还能往他身上泼脏水呢？我看你就是容不下我们孤儿寡母。不敢，在这个家里，宝贝孙子最大，看谁敢容不起啊！妈，暖暖现在在医院已经昏迷了10天了。浩浩是你的亲孙子，但是暖暖也是你的亲孙女啊。那个赔钱货能跟我大孙子比吗？暖暖，她不是赔钱货，她是江寒城的亲女儿。林夏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去做饭？韩城，这就是你找的老婆啊？这个家又不止我一个人吃饭，凭什么只有我做饭？拽林夏，你翻天了你啊！你一个一天天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，你不打扫卫生不做饭，那我儿子娶你干嘛？林夏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怎么说他也是你的长辈，赶紧给妈道歉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这个家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我让他们搬过来住已经谢天谢地了，现在还想让我给他们当保姆？妈，弟妹这是说我跟浩浩母子俩在这里白吃白喝了。浩浩可是我老公给你们江家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他这意思就是说不把这房子过户给我儿子了。要把房子过户给你儿子？江寒城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？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你现在先把饭给做了，大家都饿了。什么以后再说呀？就今天说啊！大哥不在了，大嫂一个人带着浩浩不容易，我做主了，这套房子以后过浩浩。这个房子是我的，同意。弟妹，咱们女人呢，嫁夫随夫，在家里男人说了算。我看呐，就是韩城平时太惯着你了，才让你不分尊卑忤逆咱妈。韩城，今天这房子你要不给浩浩，我就死给你看！
你大哥尸骨未寒，你就是这样替你大哥照顾他的老婆和孩子的？韩城，你辛辛苦苦赚钱，怎么能把钱留给外人呢？难道你要留着这么偌大的家业，是让某些人去外面找野男人吗？微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妈，韩城，你们别怪我多嘴。弟妹现在啊，天天不着家，这家里也不收拾了，饭也不做了。我看呀，她心就不在这里了。我听说现在好多老女人都喜欢拿着老公的钱去外面养小白脸呢。胡说！暖暖现在一个人躺在医院里面，我不照顾，谁来照顾？呸！少拿那个死丫头说事儿！你竟敢拿着我儿子的钱出去找野男人！韩城，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贱货，你还不赶紧上去教训他？难道让他给你戴金陵帽子才甘心啊？韩城，你也是这样想我的吗？妈，林夏她不是那种人。韩城，你别忘了，阮林夏可是富家千金，以她的身份，能看上你这个穷小子？该不会是她怀下了孽种，才想找你当接盘侠的吧？好啊！我说你跟我儿子结婚才8个月，你就生下那个丫头片子，感情那个赔钱货不是我儿子的种。妈，你这么说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！当时我怀着暖暖，你扭伤了脚，还非得要住院养着。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变着花样给你去煲汤，结果导致了暖暖的早产。她怎么就不是江寒城的孩子了？弟妹，这媳妇照顾婆婆不是应该的吗？我知道你是早产，想借婆婆住院的理由生下孽种来掩盖事实。可韩城他也不是傻子。白薇，我敬你是大哥的遗孀，让你们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甚至连浩浩推暖暖下去，我都没有责怪你。现在凭什么这样来污蔑我？妈，韩城，你们看到了吧？他就是容不下我们母子，他自己生不出儿子，也不希望我儿子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家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今天你要不把房子留给浩浩，就从这个家里给我滚出去！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滚！江寒城，我是你老婆，你就忍心眼睁睁的看着我被他们这样欺负吗？林夏，大嫂和浩浩又不是外人，浩浩是我的亲侄子，他以后是要继承江家的一切。江家的一切，你别忘了，这个家还有公司，全是我爸妈留下的，要留下也只能留给我女儿，凭什么留给你侄子？弟妹，就算这公司是你爸妈留下来的，但是没有韩城，这公司恐怕早就败光了吧？你哪还像今天这样在家里白吃白喝的？你不懂感恩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就把这些占为己有呢？你还是个人吗？江氏能有今天，全是因为我给他设计了珠宝，让他打入了国际市场，也是我主动把总裁的一职给了江寒城，我凭什么不敢占为己有？林夏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有必要这么较真吗？大嫂一个人带着浩浩不容易，他们不就是想一套房子，有个保障吗？你给他就是，大不了咱们以后再买一套。江寒城，到底我是你老婆，还是大嫂是你老婆？总之，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谁也别想动。韩城，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？这房子是你的，他凭什么做主啊？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，现在这个房子在他一个人名下。江寒城不愿意支付暖暖300万的手术费，看来我只能卖首饰了。金条呢？他们这样让暖暖死！韩城，这些项链和金条都是阮林夏他妈给他准备的嫁妆，你把这些都给我了，他不会跟你生气吗？这些年你在江家里是委屈了，大哥在的时候没送给你，
我给你。再说了，林夏在家里天天洗衣服做饭的，怎么能找这些东西？江寒城怎么在大嫂房间里？那不是我丢的那些首饰吗？你戴着就是好看。那个韩城，你还是把这些都拿回去吧。万一阮林夏知道你给了我，他再跟你闹了怎么办？放心，他不敢。他要是敢闹，我就跟他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，他别想从我这里得到1分钱。他离开了我，我活不下去。江寒城，当年我不在乎你是个穷学生，不但嫁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还把阮家的公司交给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韩城，还是你跟妈对我好。白薇和江寒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来，浩浩，多吃点，长高高啊！谢谢叔叔。韩城，你也多吃点，最近公司忙，看你都累瘦了。你也得吃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那家早点，我早上特意早起排队给你买的。他们3个倒真像是一家人。妈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。韩城特意排了2小时队买的。这都几点了才起来啊？饭也不做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韩城，我的首饰和金条呢？没注意，是不是暖暖拿去玩了？等他醒了你问问。暖暖很乖的，她从来不会乱动我的东西。大嫂，你看见了吗？阮林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说是我偷了你的金条？大嫂，我也就问问，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那既然你们都没有看到，我就报警了。这些东西够蹲个20-30年的。阮林夏，这么点小事情你就要报警，你怕外面人笑话？阮林夏，是不是你把东西给外边小白脸啊？害怕韩城知道，然后就故意栽到陷害我们偷你东西啊？儿子，他一个人把你先拉扯的，老了这人陷害我偷东西，我不活了！妈，你别难过，没人敢说是你偷的。弟妹，我跟妈来了这么久，你那些好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你该不会是给了别人，然后把这个锅栽在我们头上吧？你心肠怎么能这么狠毒呢？阮林夏，你有钱给别人，你没钱孝敬我这个婆婆，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妻子？妈，你身上穿的，还有大嫂身上戴的，哪样东西不是我买的？什么你买的？明明是花了韩城的钱，你看看你把妈都气成什么样了。今天呀，你要是不带着妈买点首饰饰品什么的，我们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这万一韩城要是跟你离婚了，再给暖暖找个后妈，这后妈再苛责了暖暖，后悔都来不及呢。江寒城，你偷走我女儿的救命钱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就是，我要钻戒、翡翠镯子，还要那个宝石项链。你要不给我买啊，我就要韩城跟你离婚。我没钱，家里的钱不全是韩城在管吗？林夏，公司呢最近资金短缺，要不咱们先把教育基金先取出来，给咱妈还有大嫂买个礼物。那些教育基金是留给暖暖读书用的，不准动！这暖暖醒不醒过来的都不知道呢，还上什么学呀？简直就是浪费钱，还不如呢孝敬妈和我。到时候呀，我让浩浩给你养老。就这么定了，教育基金呢必须2个人一起签字才能取出来。你现在跟我去银行签字。江寒城，我就是要你跟我一起去把钱取出来，我绝不会留给你们1分钱。二位，确定现在就把教育基金取出来吗？这样多少会有些损失。去，我现在就去。那个死丫头能不
活起来还有问题呢，还上什么学呀？现在把所有的都取出来，就当是弥补妈和大嫂这些年的辛苦了。江汉城，你女儿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你没钱给她请专家治疗，却有钱给你妈和大嫂买珠宝。我当初怎么瞎了眼，嫁给了你？一共是800万，都取吗800万，买完珠宝剩下来的钱就留给我儿子上贵族学校了。当然取了，不取出来难道要便宜那个赔钱货呀？那请2位在这里签字。待会儿钱会返还到阮小姐的卡上。韩城的钱为什么要打到阮雷家的卡上？当初这个教育基金是阮小姐开的户，现在要取出来，当然也是要返还到她的卡上。嗨，在她卡上没关系，现在就拉她去，我就不相信她不掏钱。走。对，现在就去。欢迎光临。请问几位想选点什么？我们店里有钻石、翡翠、纯金首饰等等。当然是你们店里最好的首饰了，什么金的银的都不上档次，根本都配不上我现在的身份。好，请您跟我到这边来。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放开就放开，我就不信了，你敢不付钱？他要是敢不付钱，就让韩城跟他离婚，到时候听了暖暖的医药费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只要大嫂喜欢，全都买。江汉城，暖暖重伤昏迷，你连看护都不舍得花钱雇，对你大嫂倒是大方。别啰嗦了，把你们的镇店之宝给我拿出来。马上把我账户里面所有的钱全部都转到暖暖的医疗账户里，以一切代价给暖暖找最好的团队进行手术。江汉城，你不是最在乎钱吗？接下来我会一点一点掏空你所有的钱，让你从有钱人变回你曾经一无所有的样子。反正是阮林夏夫妻，等把他的钱花干净了，就把他赶出江家，再给我儿子娶一个能生儿子的老婆。您看这条项链可以吗？这可是国外皇室珍藏。好，妈，这个好，这个送给浩浩，到时候还能当我们江家的传家宝呢。就要这条镇店之宝，取下来我试试。好的，女士，这条项链区2000万，对于您这种身份来说，简直是物超所值。什么？2000万？看来是装大款的呀，还想买镇店之宝。就是，一看就是不懂行的。这明晨的镇店之宝呀，可是艾拉大师设计的，一件难求。谁说买不起啊？我就要这条镇店之宝。妈，2000万是不是贵了点？给浩浩买传家之宝，贵什么贵呀？我担心他没有这么多钱。你傻？他要是跟你离婚，那是要分走你财产的一半。你现在把公司的钱挪出来，买首饰送给浩浩，然后你嫂子到时候跟他离婚，一分钱也不给。珠宝放在薇薇那，将来不还是我的？我就要这条镇店之宝，取下来我试试。好的，女士，但是这个镇店之宝是国外藏品，极其珍贵，一旦失带不付款，将会面临500万的保养和清洁费用。 500万？这一家子戏精吧，是想来免费试戴珠宝过瘾的吧？就是，还狮子大开口要试戴镇店之宝，不就是500万吗？啊，还不够我1天的消费呢。如果您没意见，请签署协议。如果您在佩戴过程中不付款，不但要面临500万的赔偿，试戴过程中如有损坏，还要面临法律责任。不就是区2000万吗？他还真买啊！这老太太挺有实力啊。儿子，微微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亮一下我的眼。儿子，赶快叫他付钱。林夏，过来付钱。你磨磨蹭蹭什么啊？我儿子平时就是对你就是太客气了。
林夏，赶紧过来付钱呀！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这老太太不是说有钱吗？怎么买珠宝还得儿媳妇钱？听这意思呀，这老太太重男轻女，给孙子买传家宝，让儿媳妇掏钱。我看呀，这一家子是想吸儿媳妇的血。她是我们江家的儿媳妇，那她的钱就是我们江家的钱，我花我们江家钱干你们什么事儿啊？这个男的不会是吃软饭的吧？我儿子那可是江氏集团的总裁，至于他的小姑娘，那从江城都排到法国去了。她能嫁给我儿子，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这是什么笑话？大清早亡了，有些人还以为自己家里有王位呢。韩城，钱怎么在弟妹那儿？他不会先把钱私吞了吧？让林夏，你是故意让我们出丑是吧？赶紧把砍拿出来付钱。付钱？凭什么让我付钱？他们在给江浩买传家宝，为什么是我付钱？你想造反啊？那别说给浩浩买传家之宝，就是让你给浩浩做牛做马，那也是应该的。那浩浩可是我们江家的金孙，想买你们买，我没钱。更何况家里的钱不全是韩城在管着。韩城，我们娘俩孤儿寡母的，就是想要个珠宝傍身。但是弟妹再小气，也不至于让你背上500万的债务吧？阮玲夏，你也太歹毒了吧！你敢让韩城背上500万的违约金啊！快点，给我打他，往死里打，看他还敢不敢违背我！阮林夏，把我的钱拿出来，别逼我在这里对你动手。韩城，你别因为我和浩浩就跟弟妹生气，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的。我就是担心弟妹现在不肯把这钱拿出来，到时候走上弯路，便宜了哪个野男人。他敢！阮林夏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江汉城，我才是你老婆，你对大嫂言听计从，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胡说什么？大哥不在了，我对大嫂和浩浩照顾有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敢打我儿子，我打死你个贱人！凭什么不敢？就凭你儿子，他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医院昏迷不醒，不管不顾，连医药费1分都不肯出，现在却在这里掷千金给自己的侄子买传家宝，就该打！天啊，居然有这种丧尽天良的父亲！枉为人父，他就不配当你女儿的父亲，倒像是侄子的吧？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儿子是江家的独苗，他女儿是谁还不知道。不允许你玷污我女儿！你敢打我？打得好！这种挑拨离间的绿茶的就该打。喂，大嫂，你没事吧？韩城，我不碍事的，弟妹定是被我说中，所以心虚了而已。阮林夏，你打我也就算了，你居然敢动手打大嫂，赶紧给大嫂道歉！他儿子害得我女儿在医院重度昏迷不醒，你还要我给他道歉？做梦！韩城，弟妹不能因为我和浩浩没人护着就冤枉我吧？照顾别人是会告你诽谤的。哦，对，就是诬陷！你偷韩城800万，还敢行凶！我要报警，至少判你20年。要报警是吧？好，我来帮你报。等警察来了，我看你们谁蹲个20年。110吗？有人盗窃价值1000万的首饰。你个贱人，敢！你损害我的财物，还包庇盗窃，够你蹲个几10年的。阮林夏，妈只是不小心碰掉了你的手机而已，修一修还能继续用啊。你至于对妈这个态度吗？就是啊，弟妹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干嘛把事做得那么绝呢？
你就不怕韩城跟你离婚啊？离，必须离，然后把孩子的抚养权要过来，再给他找个后妈，天天收拾他。我看你这个贱人怎么嚣张！阮林夏，我看在韩子的份上，给你一次机会，把这个项链给买了，今天的事情就算了。这个项链价值2000万，我卡上只有800万，怎么买？那就把你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呀！私房钱？江寒城，忘了当年你接手阮氏的时候，生意一塌糊涂，你拿出了所有的存款帮你度过危机的。韩城，弟妹没钱的话，那你平时不也给他钱吗？他都花完了吗？我平时1个月就给他2000块。那怎么办呀？不付款是要赔偿违约金的呀。韩城，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有一批流动资金吗？你要是不买这个项链，恐怕外人会说你在江氏集团就是个虚伪，只会听老婆的话。还是大嫂有方法，我现在就给公司的财务打电话，给我转个2000万，给你和妈都买礼物，立刻给我转2000万。江寒城，你上钩了。夫人，我查到江寒城经常挪用公司账面上的钱，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。我会引导江寒城挪用公司的巨额资金，让他不仅有巨大的资金缺口，还有能有公款的证据。可是，您这么做，江寒城不会怀疑你吗？不会，因为他有一个虚荣的妈和贪财的大嫂。到账了？不是你们的钱，马上就没了。哎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给我孙子的传家宝买下来呀！把这条项链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马上帮您包。韩城，你对浩浩可真好。弟妹呢，没有生个儿子，以后浩浩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大嫂，你为江家生了个儿子，花点钱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微微呀，就是我们江家的大功臣呐。的确是功臣。江寒城，你女儿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你没钱给她请专家治疗，却有钱给你妈和大嫂买珠宝。我当年怎么瞎了眼，嫁给了你？把我放在明城代卖的那条钻石项链标价2000万。本来是想出手卖个500万给暖暖交手术费的，谁让你偏听你大嫂的，替你们大出血呢？2000万，说买就买，还真是有钱人。虽然这条项链价格虚高，可是艾达大师已经5年没出新作品了，能买到艾达大师早期的作品，也算是一种幸运。那今天也给你挑个饰品吧，你最喜欢镯子了。哎，那几个就不错。哎呀，我也看着不错，还是微微懂事啊。刚才是谁说我们买不起啊？还真是没看出来啊，这老太太还是有点实力。既然自己有钱，为什么不自己买，还逼着儿媳妇掏钱？我看呀，这一家子就是欺负儿媳妇老实。什么他的钱啊？那可都是我儿子的钱。他一个天天围着锅台转，是我儿子和我儿子的家庭主妇，他哪来的钱呢？阮林夏，赶紧把钱拿过来，别逼着我儿子把你休了。阮女士，我们已经联系国安医疗团队，你卡上的800万已经成功转进医疗团队账户，作为患者的手术费和治疗费。算你识相。把那几个镯子拿出来，让我妈挑挑。哎呀，微微呀，你这么懂事，你也挑几个。妈有钱。谢谢妈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一会儿我看你们拿什么付账。哇，我想要这个。女士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条祖母绿可是价值500万。是吗？那我可不能辜负韩城的好意。大嫂，500万而已，喜欢咱就买下。对，你的呀就是浩浩的，买。哎，服务员，我要那条。一共620万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刷卡。您卡上余额不足。什么？余额不足？我的钱呢？我们店的祖母绿手镯。
这可是500万的桌子。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老天都在帮我。你们都还没有付钱，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损坏贵重物品是要赔偿的。韩城，区一个手镯也就500万而已，我们赔就是了。可是你们的卡上没有钱，你们还有没有其他卡？不可能没有钱，今天明明刚到账800万。你再刷一次。您卡上余额不足。怎么可能？阮玲夏，钱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换个机器，再刷一次。您卡上余额不足。还是余额不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弟妹，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把韩城的钱转走了？啊，你这样提醒我了。这张卡绑的是暖暖的医疗账户，钱全部被划走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把我钱弄走啊？把钱给我还回来！不可能，暖暖，你脑手术，不可能把钱退回来。弟妹，你怎么能随便转走韩城的钱呢？阮玲夏，把我的钱给我要回来！江寒城在病房里躺着的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打得好，这种丧尽天良就不枉为人父。就是有钱给大嫂买镯子，没钱给女儿治病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一个赔钱货，死了就死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花我们的钱？女儿不是赔钱货。阮玲夏，你敢打我？你们这样对我女儿，不仅敢打你们，我还敢杀了你们！阮玲夏，太过分！江寒城，你别忘了，暖暖身上流的也是你的血。妈，算了吧。怎么说，暖暖也是我的亲生女儿。那韩城，镯子，大嫂，要不我先把项链给退了，把镯子先给赔了。韩城，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，我和浩浩受点委屈无所谓的，谁让他爸爸走得早，我又不能像弟妹一样花你的钱。不能退，那可是我孙子的传家宝，不能退。阮玲夏，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！不可能！你个败家娘们儿！哎呀，我不慌呀！你不把钱拿回来，我就死在这里。那请自便吧。哎，阮玲夏，韩城，你怎么能让他走呢？我们的赔偿金怎么办呀？这个阮玲夏不是把钱给了个小赔钱货，交手术费了吗？我们现在到医院去把钱给要回来不就行了吗？走。几位，请先把赔偿金付了，不然不能离开本地。你让开！我们不去要钱，哪有钱你赔偿？你们，哎！喂，顾总，有人在咱们店损坏了500万的手镯，拒不赔偿。把江长的手续费给我退了。好在你来得及时，马上签字，不然等做手术了。好。暖暖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个人怎么插队呀？就是，我们都赔半天了。都赔会能死人的？一群穷鬼花了1万8千的，就觉得自己命很珍贵嘛。我们追讨的可是800万。听见没有啊？赶紧把江软的手续费给我退了！对不起，江暖暖的手术已经在准备中了，费用退不了。你说什么？退不了？你说是不是的？为什么不退啊？那可是我们的钱，我们说要退就退。老人家，手术马上开始了，别说医院有规定不能退，就是孩子这边也不能耽误治疗啊。这一个赔钱货死了就死了，他哪配浪费我儿子的800万呢？妈，这钱要是退不了，我们还不了赔偿金，韩城可是要坐牢的呀。都是那个阮玲夏害人精害的。你们今天要不退钱，我就砸了你们医院！老太太，你再闹事我叫保安了。
阮小姐，你快去缴费处看看吧，你婆婆一家正在缴费处闹事儿，他们要求归还你女儿的手术费。说什么？快去看看吧！你这个老太怎么能这样呀？手术都已经开始了，哪有这个时候退费的？就是，我还第一次见这么不讲理的一家人。放下，放下！我女儿的手术费，谁也别想动！阮林夏，你看你把妈都逼成什么样子了？我逼她？你现在女儿昏迷不醒，你一分手术费不肯掏，你却支2000万给她买钻石项链，现在又过来退我女儿的手术费，到底谁在逼谁啊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拧过啊？还让你这个败家儿媳妇儿！韩城，今天你要是不让你媳妇儿把钱给我退出来，我可就不活了！妈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弟妹，你还是把钱拿出来吧，不然你把妈气病了，到时候韩城跟你离婚了，我可帮不了你啊。想让我退手术费，做梦！阮林夏，你这么斤斤计较干什么？大嫂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我给她买条项链怎么了？你说这家人还真是奇葩，为了给大嫂买条项链，竟然不顾自己女儿的死活。小姐姐，遇到这么黑心的老公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赶紧离婚吧！我看他这么维护大嫂，说不定早就跟大嫂有了一腿。小姐姐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韩城，还是你跟妈对我好。来，好好多吃点，长高高啊！谢谢叔叔。韩城，你也多吃点，最近公司忙，我看你都累瘦了。没想到江寒晨出轨的对象竟然是大嫂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们再胡说，我就告你们诽谤！阮林夏，今天的事情是不是你是故意的？我故意的，是我故意让你给他买2000万的钻石项链，还是我故意让你摔碎手镯的？你，阮林夏，今天要是不把钱拿过来，我跟你没完！不可能，手术已经开始了，手术费谁也别想退。哦，你个小贱人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合起伙来偷我们钱了？老太太，请你说话客气点，不然我让保安把你赶出去。你敢！今天你要是不把钱给退了，我就把你们医院给烧了！你们要是再胡闹下去，我就报警处理了。放开！放！大嫂，我真的没钱了，要不我把钻石项链给退了吧？还真的会坐牢的。韩城，你放心，等公司周转过来，我再把你买回来。好，你有困难了，大嫂怎么能不帮你呢？不像弟妹，一点都不为你着急。哼，他就是个白眼狼，早晚让我儿子休了。镯子又不是江寒城摔的，要坐牢也是你们去，我为什么要着急？阮林夏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好啊，今天这镯子我还真是不退了呢。反正这镯子是妈和韩城非要买的，要赔是他们赔。哟，你这个贤惠的儿媳不装了。韩城，我是被弟妹气到了，所以才口不择言的。我相信大嫂不是这样想的。顾总，就是他们拒不顾凌风，姚总，你们打碎了我店里的手镯，请照价赔偿。顾总，我们把项链退了就赔偿。抱歉，我们店里珠宝没有任何质量问题，概不退还。不能退？是的，还请几位抓紧赔偿500万，否则的话我就报警。怎么就不能退了？我们不想要，必须给我们退！你这老太太，再这样无理取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个小王八蛋，想刁难我们是不是啊？你这么缺德，就不怕生儿子没屁眼啊？敢在我顾凌风面前耍无赖，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你们欺负我一个老人家，简直丧尽天良啊！放开，放开我！损坏贵重物品不肯赔偿还动手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在江湖谁敢得罪我们顾总？给我打！
还真是一出大戏。不过，这才是开始。我不就想把项链卖了再赔偿吗？这项链我们不要了。你当我们顾氏的店铺是你家开的，想买就买，想退就退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？顾总，那个，咱们以前还是老同学呢。要不您看这事儿，我不记得有你这位校友。我这个人，公就是公，私就是私，你们造成的损失必须赔偿。顾立芳，你别把话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啊！我知道了，当年你追求阮玲夏不成，现在故意刁难我是吧？哎呀，这是真的吗，韩城？该不会这阮玲夏早就和顾总勾搭上了，所以顾总才针对你的？来喂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哎，你看他着急了啊！韩城，说不定这个贱人真在外面给你戴绿帽子了。顾总，这阮玲夏当初跟韩城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。您可是江城首富，千万别被这个人给骗了。你们造谣造到我头上来了！今天要是不给你们点颜色，小姐，我就不姓顾，给我打！行，限你们3日之内拿出赔偿金，否则就去坐牢吧。妈，公司已经拿不出钱了，项链也退不了了，我们不会真的要坐牢了吧？这项链手镯是韩城和妈非要买的，又不关我的事。白薇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妈，我还要照顾浩浩呢，难道你让我坐牢，浩浩就没有妈了？请问哪位是阮女士啊？是我。哦，我们接到你的报案，你说你丢了1000万的首饰。是的，还有金条。请问在哪里丢的？家里。阮玲夏，你胡说什么？贱人，再胡说，看我撕了你的嘴！老太太，当着我们的面打人，你是想挑战法律吗？妈，弟妹，妈不就是没有给你买饰品吗？你至于这么诬陷我们吗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全身上下都是地摊货，怎么可能有1000万的首饰？对，他就是诬陷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赶紧把他带走，送去监狱，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这个是我妈妈给我购买首饰的凭证。单据没有问题，的确是1000万的首饰。这单据也有可能是造假的单据啊。那这个呢？阮玲夏，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？居然是家贼偷的！我说反应怎么这么大呢？原来是心虚啊！现在证据确凿，各位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妈，安哲，我不想做。带走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！顾凌风，今天谢谢你了。小师妹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客气了？这样的渣男，真不知道你当初看上他什么。如果你打算离婚，拿回阮氏，我可以帮你。我自己可以，而且我暂时不打算离婚。这个混蛋这样对你，你还不打算离婚？现在还不是离婚的时候。我女儿现在还在做手术，先失陪了。还是跟当年一样倔脾气。我还没把阮氏拿回来，让江寒城一无所有，也没查出谁是小三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怎么能轻易离婚？暖暖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妈妈答应你。等到你醒了之后，妈妈一定不会再给你任何人欺负了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转入加护病房观察了，但医疗团队建议还是出国做康复，避免留下后遗症。出国？好，我同意我女儿出国。你们先去做准备，我也回去拿些东西。为了防止江寒城狗急跳墙，还是把暖暖送走比较安全。
没想到江寒辰出轨的对象竟然是大嫂。江寒辰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干什么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弟妹，你别误会啊，韩晨刚刚只是在帮我上药而已。小叔子给大嫂涂药，还在我的房间里，你们真的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啊！阮林夏，她是我大嫂，我给她上个药怎么了？你别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我心脏？江寒辰，你平时处处偏袒你大嫂，你自己的女儿现在躺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，说你没有钱给手术费，结果却有钱给她买钻石项链。大哥当年是因为我才被车撞去世的，大嫂现在他们孤儿寡母的，我多偏袒多照顾，不是应该的吗？韩城，你别跟弟妹生气了，弟妹现在跟顾总的关系可不一般，你现在要是惹她，你就不怕再挨打吗？要不是你花了我的钱，我跟妈还有大嫂怎么会被打，还要被抓去执法队？妈现在还在执法队里面，你不去接她，还有心思在这里面怀疑我跟大嫂？难道是我多心了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执法队那边让你去认领手势，你顺便再去出个谅解书，把妈给接回来。认领首饰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白薇和江寒城绝对有问题。喂，你好，我想给家里安装一个监控。吓死我了，我差点以为要被发现了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就算被发现，以他爱我的程度，谅他也不敢闹事啊。讨厌，我可不想这么没命没肺的跟着你。你放心，等我从阮林夏手里把这套房子给搞到手，我就让他净身出户，绝不能让他从江家带走1分钱。一样都不少，谢谢警官。你婆婆说啊，她拿去只是借着戴戴，忘记告诉你了。希望你能够出具谅解书，让我们放人。但是具体啊，还要看你。警官，不问自取就是偷，我是不会出具谅解书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将她收押，交给法庭处决吧。有劳了。咱把首饰卖了，暖暖的医疗费也就有保障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该和医疗队会合，送暖暖出国了。喂，张医生。阮女士，马上来趟医院，患者准备把你女儿送往医疗团队专机。这可是你老公江寒城要把你女儿带走。带走？暖暖她刚刚做完开颅手术，怎么可以带走？江寒城，你敢动我女儿，我绝对饶不过你！今天谁要是不让我把那个死丫头带走，我就找人拼命！这阿姨，这患者刚做完开颅手术，不能随便移动，这否则会出人命的呀！死了是他活该，要怪就怪他那个没人性的妈，把我这个老太婆送去大牢。今天他要想接他女儿，必须赔钱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女儿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女儿！你个贱人，你还敢来啊你！弟妹，妈都是为了你好，怕你这花钱大手大脚的糟蹋了那些东西，所以才把东西收起来的。你呀，怎么能把妈放进执法大队呢？你呀，真是太不孝了。哎呦，你们那评评理呀，哪有儿媳妇把婆婆送去坐大牢啊？他这倒霉太监！哼，倒也没有全家算计儿媳、偷儿媳东西的婆家。阿姨，你要断案去执法大队啊！我们这是医院，您要是再闹，我就叫保安把你请出去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才去执法大队，你们全家都去执法大队！弟妹，我跟韩城可是把房子车子都抵押了，才把妈保出来的，你就别惹妈生气了。阮玲夏，你今天必须把手镯钱给赔了，不然呢，你就别想见这死女儿！医生，医疗推着无菌车，万一他们闯进去，患
绝不让你再伤害我女儿！弟妹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怎么能打妈呢？你这样让韩城多寒心啊！阮林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手！韩城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这戒指拿开！把手放开！住手！住手吧！再不松手，我叫保安了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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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还等什么？我现在就把保安叫出来！他们太欺负人了！刚才你们谁也别想伤害我女儿！阮女士，你手受伤了，跟我去包扎一下吧。阮玲夏，不想让你女儿死，就赶紧把首饰还给我！弟妹，你这么心疼暖暖，又何必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呢？妈就是担心啊，还不上顾总的钱，到时候韩城可就有麻烦了。好一个身外之物！昨天到底是谁说要买钻石和玉镯？韩城，弟妹这是在埋怨我吗？又不是我非要买的，是妈非要给浩浩买来当做传家宝的。少跟他废话！今天他要是不把首饰拿出来，就别想再见他的女儿。人要是死了，就怪他这个当妈的要钱不要他女儿的命！你作为孩子父亲，看着他们胡搅蛮缠，不顾你女儿死活吗？这是他自找的。如果他像以前听话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么些事儿？江寒城，里面躺着的可是你亲生女儿。正是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如今我这个做父亲的有难处了，他更应该替我着想，劝你把首饰卖掉，还顾总的损失啊！江寒城，你还是人吗？快把这些个闹事的都给我赶出医院！我不活了呀！媳妇儿勾结坏人欺负我这个婆婆！放开！你就打死我吧！干什么？赶出去！都给赶出去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王女士，他们已经被赶出去了。一会儿我去值班室休息一下。不，我哪儿都不去，陪着我女儿。医生，医疗团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就等暖暖送过去，飞机就起飞了。那马上让我女儿和医疗团队准备出国，我怕他们再过来闹事。好，我们这就准备出发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暖暖，之前是妈妈眼瞎，要给爸爸留一条生路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想要断了你的活路。阮女士，暖暖准备出发了，你不送暖暖吗？我就不去了。等她康复之后，我亲自接她回来。江寒城，你最好没有跟大嫂有染，否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大哥的意外保险单，而且保单的有效期竟然是在大哥出事之前的1周。喂，林巧，帮我找人查一下。在江寒城大哥出事当天，江寒城为什么去围场？喂，顾总，您说什么？江海蓝筹会大涨？好，为了暖暖的病可以康复，我这就把所有的首饰卖了，去买江海蓝筹。阮林夏这个贱人，当真和顾凌风勾搭在一起了。江海蓝筹，那不是顾凌风发行的一只股票吗？上市半个月一直很低迷，难道马上要大涨？江寒城，你的好胜心还是这么强。当年你比不过顾凌风，处处提防着他，一直耿耿于怀。现在有机会抄他的底，赚他的钱，你怎么会错过这个机会呢？好在你现在马上就要落入我给你设置的陷阱了。夫人，您怎么确定江寒城一定会留任不管，跟着您买被看好的蓝筹股？因为江寒城他从大学开始就记住你，能从顾凌风身上大赚一笔，
同时弥补公司的资金缺口。我明白了，夫人是在令男人的胜负欲，可是江氏集团经营不善，江寒城最多做回公关。他如果再把大量的资金投进股市，万一被套牢了，江氏就等于破产。我要的就是江氏的回收。我一定不会让我父母的血汗钱就这样白白打水漂的。这一只股票一定会在1周后大涨。夫人，你怎么能断定那只股票1周之后会大涨？实不相瞒，江寒城他每个月只给我2000块的生活，但是他又有一个贪财的妈妈，我的学历大嫂，区区2000块怎么可能？这2年我是靠着炒股才勉强维持家庭的体制。用2000块钱炒股，每个月赚2万。夫人，以您的能力，还有什么男人啊？不对，什么男人没有？江寒城，他就是嫉妒。当年大学，他嫉妒我能力比他强，所以才 PUA 我，在这里相夫教子。是，那夫人打算如何拿回一切？离婚，还有尽快帮我把房子给买。阮殿下，此无令郎，还不赶紧出来做饭，想饿死我啊！真不知道我儿子娶你回来干什么，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的。是啊，他要是不娶了我，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养鸡喂狗呢。他们吃饱了，不就安静了吗？阮殿下，喂，夫人，江寒城果然挪用了公司一笔款项。多少？5000万。他胆子真是够大的。这笔货款3天后要支付给供货商，如果江寒城拿不出这笔钱，对方会双倍索赔的。2天之后帮我约供货商。我手上还有2000万，应该足够收购江氏40%的股权。这样下来，江寒城手上应该只剩下20%了。你就不能在外面开个房吗？等会儿妈和林夏就回来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公司有点困难嘛，能省就省吧。妈出去遛弯了，林夏去楼下买菜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你就这么相信林夏，把这5000万都入股了？他一个废物，懂什么股票？我相信的是顾林峰，他接手顾家，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就能让顾家从众多世家中脱颖而出。他的眼光绝不错。那你赚了钱，可不能忘了我啊！怎么会呢？我赚的钱都是你的。哎，趁他们还没回来，咱们继续。江寒城出轨的对象果然是大嫂，他们怎么敢？连跌2天了，今天还是还明晨赔偿金最后的日子，再这么跌下去，我还拿什么还？韩城，你可是江氏集团的总裁，区区500万就拿不出来吗？前段时间不是给了你笔钱吗？又花了2000万买了项链，公司真的没什么钱了。买股票的钱还是挪用了货款。本以为靠上江寒城能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，过上有钱人的生活，没想到他这么不中用，这么快就没钱了。要不好好今年学费先别交了，等我股市涨起来了，我就送他去贵族学校，去国外读书，怎么样？不行，好不容易靠上江寒城这张免费的饭票，不能把他逼得太紧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转给你。我可不像阮林夏那样，处处都让你为难，什么都帮不了你。
甩了一下那个贱人，现在毫无用处。不像你，你比他强多了，我喜欢。江夫人今天约我出来是要……这是2000万。江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2000万是你的酬劳。实不相瞒，江氏现在出现了资金链破裂，根本无法跟你结款。但是我希望王总明天可以登门要钱。我不明白江夫人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希望你可以逼江寒城用40%的股份来结你的尾款。江夫人，江氏现在40%的股份可不值1个亿哟。我知道，所以当你拿到他40%的股份之后，我会在4天内给你补齐8000万的尾款。你和江寒城是夫妻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拿回江山。你应该明白，现在就算你索赔，江寒城也拿不出1个亿。到时候江氏破产，你顶多拿到5000万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江氏是我们阮家的。我相信老阮总的女儿不是失信的人。还请王总保密。夫人，你先歇歇，坐下再说。我查到江寒城大哥出车祸的时候，是大哥你大嫂在北城开房。我记得当年大哥在北城搬砖，来未去给他送饭，原来是借故去和江寒城开房去了。江寒城大哥就是在去酒店取饭的时候出了车祸。我记得江寒城说过，大哥看到有车朝他撞来，是为了救他，挡在他的面前才被撞死的。我猜那车本来就是要撞大哥的。百威的局还真是一箭双雕，既可以杀死大哥，还可以骗得巨额保险。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恶毒，但是她恶毒的日子快要到头了。夫人，你托我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出手，已经找到买家了。现在只要您签字，我这边就可以办理过户了。好。喂，王总。江夫人，我已经拿到江氏集团40%的股份了。好的，按照约定，2天之后我会用8000万把我的股份赎回来。希望江夫人不要让我失望。现在你应该开始称呼我为阮女士。2天后股市就会回暖了，是时候应该逼江寒城离婚了。妈，韩城说了，等股票回暖赚了钱，就带我们和浩浩出国旅行。哎呀，那感情好啊，还是我们韩城有本事啊！妈，现在韩城的身价越涨越高了，阮宁夏那个家庭主妇怎么能配得上他呢？哎呀，这也是啊。没事，等韩城闲下来了，我就让韩城跟他离婚。韩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公司已经没有钱进货了，股票也被套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恐怕要破产了。这怎么这么严重啊？之前不是说江氏集团的珠宝设计被国外渠道看中，要合作吗？之前是有个神秘设计师给江氏汇报，才让我们跟国外珠宝商合作上。可是他突然取消跟江氏的合作，还收回了所有的设计版权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狗屁设计师真不讲道德。韩城，这件事情太突然了，
会不会是弟妹做的？她这段时间反常的很，不会是帮顾总挖墙脚吧？阮林夏，我就知道那个小贱人不安好心，韩城跟他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妈，这房子是阮玲下的，她要是跟韩城离婚了，那岂不是便宜了他？什么是他阮玲下的？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，这房子就是我们的。阮玲下，从这里滚蛋！能不能在算计别人的时候背着点当事人？阮林夏，那个神秘设计师突然跟江氏取消合作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这几款珠宝结合了国际时尚元素，一定可以帮我们江氏跟国际对接，走上另一个台阶。喂，林巧，我又设计了几款珠宝，一会儿快递给你。喂，从今天起，取消我和江氏的共考合作，并收回一切版权。我天天在家洗衣做饭，我怎么会认识？林夏，现在公司有困难，我想用这套房子去银行做抵押贷款。果然，你还是要算计我的房子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要还着你离婚。江氏集团可是你父母留下的，也是你这么多年的心血，你不会不答应的，对不对？弟妹，做女人呢，不要作了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把这房子还给韩城吧，不然呀，等到韩城寒了心，才真的跟你离婚了。就是，不想离婚的就把这个房子给韩城。我同意。你同意？你同意用这套房子去银行做贷款了？不，我说我同意离婚。阮林夏，你说你爱我，你什么都可以愿意为我做的，你怎么能同意离婚呢？在你眼睁睁地看着暖暖被浩浩推下楼，昏迷不醒、不管不顾的时候，在你不愿意支付手术费，却掷千金给他买钻石项链的时候，我早就死了。韩城，他要离婚就跟他离婚，还磨叽什么呀？没了他这个搅屎棍，我们呢会过得更好。你同意可以，只要你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我，你自己净身出户。江汉城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反正现在公司都要没了，我都快要成为穷光蛋了，我还要什么脸？江汉城，你让我净身出户，还要把房子给你，你当我傻子？我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这套房子我要定了。现在就给我去银行做抵押贷款。好，我答应和你离婚，也把房子给你，但是我要钱。我呸！钱是我们江家的，一分钱也别想拿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不离婚，房子也不给你们，咱们就这样耗着。阮林夏的房子现在值5000万，拿到银行抵押最少1个亿，有了这笔钱，公司就能渡过难关。这套房子我必须拿到。弟妹啊，你这天天柴米油盐的，根本不懂办公司的累。现在公司呢拿不出1分钱，你还想要什么夫妻共同的财产？别到时候欠了一身负债。林夏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不是我绝情，是公司现在有负债，我不能连累你啊。这样，我手上有一只价值5000万的股票，你只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我，我把股票转让给你，作为补偿，好不好？股票？最近股票行情很低呢。林夏，我不会害你的呀，这可是顾氏集团的股票。你看，哎呀，磨叽什么？赶快签！收拾一下你的破烂，从这儿给我滚出去！你们还能高兴一天，明天这套房子就属于别人。
你们只是空欢喜一场。江总，再没有资金租公司，我们就只能去。我已经去抵押房产了，过完手续，公司就会有流动资金。韩城，不好了，阮林家把房子卖了，咱们抵押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办？咱们都被阮林夏那个贱人陷害了。不是你们先算计我的吗？阮林夏，你还敢来？阮总为什么不敢来？阮总，林俏，江氏集团姓江，他阮林夏什么时候在公司有职务？阮总拥有公司40%的股份，是持股最大的股东。你说他是不是阮总？阮林夏，你什么时候在公司有股份了？阮总没必要跟你解释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从你们害得我女儿昏迷的时候。妈，韩城，我就说这个女人不安好心吧，你们千万别放过她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抢我儿子的公司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江氏集团本来就是我们阮家的，公司是韩城的，是浩浩的，绝不可能是你阮林夏的。云云说的没错，那等你看了这些照片再下定。不能看，不能看！韩城和微微，妈，你听我解释。贱人，你是韩城的大嫂，你怎么勾引小叔子？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我跟微微是两情相悦，不是什么勾引。好一个两情相悦！那这个呢？白薇设计害死你大哥，你们所谓的两情相悦，就是践踏在你大哥的尸骨上吗？什么？老大是被你害死的？妈！阮林夏，你血口喷人！他是不是血口喷人？你跟我们到执法队接受调查就知道了。韩城，你救救我，我没有。大哥真的是你害死的？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配合调查，快走！不是我。阮林夏，你为了今天下了好大一盘棋啊！江寒城，这就足以让你惊讶。诸位，江寒城挪用公司公款，数额巨大。我建议罢免他的总裁一职，并且收回他20%的股份，以填补公司的资金缺口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阮林夏，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虽然你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可是我也是江氏集团的股东，你没权替我做决定。江寒城，你挪用公款，金额巨大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江寒城，这一项我有权收回你的所有股份。不，这一切，我的一切都没有了。江寒城，你本来的一切就是我给的，你怎样出现在我面前的，就怎样消失。林夏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不离婚了，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做梦！带走。林夏，林夏。我去国外陪暖暖，公司就交给你来打理了。新的那些设计图都在我的电脑里。阮总，看到你重回职场，真的替你高兴。对了，江寒城被判了8年，白薇判了20年，赵桂芳中风了。那都是他们的选择。我的选择是要好好养大我的女儿，让她变得强大，强大到没有人再敢欺负她。